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密布着1800多个万吨级以上船只泊位。在这些泊位中，有1/6可以停靠1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船舶。它就像一条南北延伸的链条，在这条港口链的一侧，是持续处于高速发展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另外一侧则连接着全世界。2015年，中国人通过这条港口链与世界交换的物质总量达到了36亿吨。这些货物足够装满36000艘航母大小的货物。2015年，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有7个分布在中国的港口链上。其中，上海港已经是连续6年世界排名第1。但是中国人的雄心不止于此。在洋山港1号码头，船长超过360米，装载量达到13000标准箱的超级集装箱货轮勒沃库森号，在4艘拖轮的帮助下成功靠岸。First stand by only heavy line, alongside the center line. 勒沃库森号进港之前，码头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今天将有一位世界冠军级的桥吊司机为勒沃库森号服务。集装箱船靠泊之后的工作需要3组人员共同配合。首先，桥吊司机要在离地50米高的地方将集装箱从船上吊起，放到码头上等待的转运车上。转运车司机再把集装箱运到堆场。最后，负责堆放的吊车司机要把这个箱子放到堆场中特定的位置。这些工作中难度最高的就是桥吊，它需要从几十米高的地方准确地将吊具上的卡扣插入集装箱4个角上6厘米见方的孔洞中。强大的需求使中国人在港口建设、港机制造、航道整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领域都领先世界。为了加强全球与中国腹地经济的联系，今天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最大的一条河流——世界第3大河流长江，全长6000多公里，流域范围占据了这个国家1/5的陆地国土。中国人要利用长江打造低成本的物流通道。今年的这个汛期6、7月份的时候要根据他们的情况，要不要抛？基本上我们下锚应该都下在那个位置，而且江理治开会的内容果然是关于汛期的紧急通知。河昌州一段的长江是濒危物种江豚的繁殖地，为了保护这种稀有物种，每年有1半的时间施工被严格禁止。江理治本来可以按计划提前完成工作，但今天的会议中，为了防御突发的汛情，指挥部提出了额外护堤措施，但是原定的停工限期保持不变。中国人改造长江的最新计划是打通一段水深12.5米的航道，这样从长江入海口沿江上行400多公里，就全部可以通行5万吨级的货轮。航道整治一般就是挖底清淤，但今天的方法与过去完全不同。长江在河昌州被分成了2股水流，水流变缓之后，泥沙容易淤积。
江励志的任务是在北水道40米深的江底铸造2道前堤，使北水道的水量转移到南水道。作为主航道的南水道因此而不容易淤积。工程的任务是在浑浊湍急的江底修筑2条大坝。对于江励志来说，难度在于如何保证40米水下的大坝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今晚的施工内容是铺设巨型沙袋。经过半年的施工，数百条25米宽、60米到128米长的沙袋已经整齐地排列在48米深的江底。指挥部决定利用最后2天时间，加固靠近岸边的沙袋坝。只有连夜施工，才能赶上进度。第2天一早，补充的沙袋已经铺设完毕。江励志需要尽快知道昨晚的施工效果。面对浑浊的江水，如何判断水底的情况呢？幸好有了这种名叫多波束扫描的仪器，它以每秒20至40万次的频率向江底同时发射1024束声波。通过对反射回来的声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显示江底的形状。下面位置应该是基本上准确。那么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求的最理想的一个效果。全面扫描之后，江励志对沙袋的位置还比较满意。沿长江继续上行，进入到中国的腹地。相较沿海地区，这里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国的设计和规划者坚信，如果能提高长江这条天然水道的通航能力，有效地利用水路运输的低廉成本，就能为上游的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长江的中上游地区也被列入了改造的计划之中。2003年，经过长达10年的建设，三峡大坝蓄水到了135米。长江上游139处激流险滩被沉入了江底，660公里的航道通行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三峡大坝上游有了优良的航道，但是大坝上下游的高差最高达到113米。鸟可以飞过去，船怎么通过呢？中国人对此自有妙计，而且还不止一条。就在大坝开始蓄水的2003年6月16日。世界最大的5级船闸系统投入使用，它可以同时通过6艘3000吨级货船。2011年，三峡年过坝货运量首次超过1亿吨，是过去相同航道货运量的10倍。有了船闸的帮助，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今天，另外一条船只通道也即将运行。这就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的船只过坝设备。世界最大，
它的升举重量达到15500吨，相当于同时能抬升1万辆家用小轿车。这个就是我们升船机的驱动系统。由于这个升船机是全平衡的，两边的重量是全平衡的，齿轮跟齿条的捏合力现在是很小的。三峡升船机第二个特点就是运行高度世界第一，它的运行高度达到了113米，相当于37层楼的高度。在这种高度和重量条件下，它运行一次的时间只要10分钟。中国改造长江航运条件的努力，为庞大的腹地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为长江口附近的港口群带来了扩容的动力。好，来没有？回来。 2016年5月16日，一艘特种运输船抵达了上海洋山港正在建设中的大型码头。船上装载的是已经完全组装好的桥吊，它们接上电源就可以立即使用。这些桥吊的高度和长度都接近100米，重量超过2000吨。 如何将这些大家伙从水面漂浮的船上平稳地转移到坚实的地面上来呢？这是罗国强，桥吊上岸的专家。这3台桥吊只是这项庞大工程的开始，后面陆续还有23台更巨型的桥吊需要他来负责上岸。 连续6年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的上海港，已经预先感受到了腹地经济增长带来的物流压力。他们希望这个全新的码头能尽快建成。今天上岸的设备来自一家中国的港口机械制造公司，它生产的港口机械世界排名第一。在过去的1年里，他们每2天就要向全球客户 交付3台桥吊，为此，他们开发了一套成熟的桥吊整体上岸的方式。现在潮潮还可以吧？是平潮还是？退潮，在退潮阶段啊。只要平一下就可以拉一点，拉一点再调，是吧？首先要等待合适的潮位，让船与码头的高差变得最小。 根据最近的水文条件，5月16日的最佳潮位从11点40分开始，可以持续2个小时左右，刚好有足够时间让1台桥吊上岸。铺设轨道等准备工作必须一早就开始。好，来没有？回来，非常完美。 中午12点30分，关键的时刻到了。此时，桥吊一半重量在码头上，而另一半的重量仍在船上。在桥吊的重量全部转移到陆地的瞬间，如何保持船的平衡呢？秘密原来在这里。 这个设备制造商有丰富的经验，而且特种运输船就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运输船的舱底分布着数个密封水舱，在桥吊上岸的同时，给不同位置的水舱加水或者减水，就可以保持船身的平衡。5月18日，第3台桥吊安全上岸。 一块新开辟的土地开始显现码头的样子。位于中国港口链南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这里，香港、深圳、广州3地的港口紧紧地挨在一起。这3个港口都出现在了世界集装箱吞吐量前10的名单里，它们的吞吐量加起来超过中国总吞吐量的1/4。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最先发达的地区，大量的工厂为全球客户提供着各种类型的产品。仅这家生产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工厂，每天就有100个集装箱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得益于互联网络的发达，今天的工厂大部分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任何一件商品，无论经过多少重的公路、水路和铁路运输，始终能被追踪到，因此物流线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同一家工厂的产品，也可以根据目的地选择最便捷的路线、最适合的港口。3个世界级的大港紧紧挨在一起。珠江三角洲数以百万计的工厂，使它们始终保持繁忙的状态。今天的世界得益于互联网及其相关科技的进步，制造业的流水线已经从工厂向外延伸，遍布全球的消费者成了流水线的真正终端。路网、各种转运点以及飞机、车队、船队等运输工具，已经渐渐成为这个巨型流水线的一部分。自动化码头就是提前在码头这个节点上实现了自动化运作。中国人18个月前开始建造的自动化码头，今天已经试运行超过了半年。这就是所谓的磁钉，它和我手中的磁钉是一样的。这个磁钉里边有一个感应芯片，我们在整个自动化区域之内，我们布设了将近有1万个这样的磁钉。AGV 在经过任何一个磁钉附近，它都能准确地感知到它的相对位置。这样的话 ，AGV 就可以具备自我导航能力。AGV 是自动引导车的简称，它的任务是在码头和堆场之间转运集装箱。它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众多 AGV 一起工作的时候，每台 AGV 都会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选择最经济的路线。另外，虽然它安装的是直径1.8米的巨型轮胎，但每次定点停车的误差不超过2厘米。不间断的试运行半年以来，研究团队已经对最初的设计进行了上千次的调整。在这里积累的经验，对于秦涛来说就是无价之宝。秦涛这次过来，主要想了解 AGV 动力方面的问题。30%到85%，大概差不多要1个小时时间。然后快充的话，就是说从我们低电量就是说70%，然后到85%的话，就是大概在10分钟之内，就能充完。目前 AGV 的充电技术
2016年8月25日，洋山岛自动化码头的施工现场，第一批7900多个磁钉已经安装完毕，首批新一代自带起升的 AGV 也开始进场测试。都好了。你看它现在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啊，它是因为这个它会偏嘛，这个是转弯，不知道是这个地面的问题，还是因为设备的这个问题。目前，全球 AGV 数量最多的，也就是控制系统最复杂的码头，一共有96台 AGV 同时工作，而洋山港自动化码头 AGV 的数量将达到130台。这意味着 AGV 必须更先进，控制系统必须更优越。中国人有信心面对这个挑战。中国东部繁忙的港口链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1年之后，洋山岛上世界最大的自动化码头将建成运营，而它引领的港口升级潮流，将使这条港口链更加熠熠生辉。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故事，短短30年，中国人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络，架设了众多全球技术难度最高的桥梁，拥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里程，占据了全球顶级港口的前列。中国人用双手创造了奇迹，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让它和这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